从国家级战略变成时代的眼泪，五笔输入法为何消失不见了？有粉丝私信老黑自己身边已经看不到用五笔打字的人了。五笔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今天老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五笔输入法背后的秘密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国掀起了第一波计算机潮，但仅限于商业和科学领域人员。老百姓比起用硬邦邦的计算机，还是更习惯用书本、纸笔。直到1932年，洛杉矶奥运会举办，这是中国打破封锁后参加的第一场赛事。中国记者也赶到了国外记录这场盛事。然而这场奥运会中只有中国人拿着纸笔在手写新闻稿，外国记者都用着电脑键盘码字。法新社记者对中国记者狠狠地嘲笑：这里有7000多名记者，只有你们中国人还在用最笨的方法报道新闻。这是一件无法否定但又惨痛的事实。美国人设计的电脑程序中只输入了26个英文字母拼写法，中国10万个汉字要用26个按键敲出来，这是在当时堪比登天之难。国内也发明过拼音输入法，但重码率太高，打一个字要找2个小时，还不如手写来得快。所以当时国内专家急得焦头烂额，甚至有不安好心的人提出干脆淘汰汉字。但当时年轻的汉语言文化学家王永明却偏不服气，他立誓要解决汉字进入信息时代这个难题。于是一个疯狂的想法诞生了：60秒能打出316个字，比拼音输入法还要更快更准确。五笔输入法曾经就是这么的强大，而五笔输入法的诞生也堪称传奇。当时34岁的王永明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，发誓要让所有中国人在电脑上灵活地使用汉字。于是他全国各地跑断腿，跟很多学者一起探索汉字如何进入电脑。有学者提出仿造英文字母键盘，但要把10万个汉字放入键盘根本不靠谱，那么大的键盘也使用不便更别说要记住每个汉字的位置。于是王永明决定要制作一个汉字专用的键盘。他转换思路不再集中于每个汉字，而是聚焦在字根上。他将上万个汉字一笔一画的拆解，抄写在12万张卡片上，寻找每个字根之间的排列规律。一开始他设计出了第一版汉字键盘，这个键盘有62个键，比之前打字方便多了。然后到1983年，他终于将按键浓缩到了25个键，五笔输入法正式诞生。用25个按键就能打出7000多个字，不管你要打多少笔画的字，只需要敲4个键盘就能够打出来。重码率非常低，只要把这25个按键记住，就算闭着眼盲打的错误率也极低。于是1984年，王永明带着五笔输入法再次去联合国，在联合国的官员面前用60秒敲出了100多个汉字。所有人都没有见过打字这么快的键盘，中国人短短几年创造了一个奇迹。可是这个奇迹却并没有持续太久。中国仅剩3%的人在使用五笔输入法，明明比拼音还少1个按键，打得更快更准确。风靡全国的五笔到底为何衰落了？五笔输入法问世之后很快在国内引发了巨大的轰动，用户数量超过了1000万。五笔的风行也标志着中国互联网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代。不仅是在国内，美国、英国甚至高价购买五笔专利，苹果、微软等公司也购买了五笔输入法。五笔在当时成为了知识分子和成功人士的专利，人人争相学习五笔。那个时候只要你会打五笔，你就能进入大企业当打字员。你要是在网吧用五笔打字，你绝对会成为人群中的焦点，是所有人敬佩的对象。所以当时中国的五笔普及率达到了90%。但这样的巅峰时期只持续到了我国技术革新和云词库的诞生。智能拼音输入法占据了互联网，人们不再需要记字根来打字，因为现在大部分人也基本上是提笔忘字，记字的笔画不如记读音。所以更多的人选择了拼音输入法，觉得拼音输入法能够更方便快捷。五笔输入法开始衰落，只有极少数80、90还有使用五笔输入法，还有银行、出版社等需要书写效率和准确率的人群是五笔用户。那么你更喜欢使用五笔输入法还是拼音输入法呢？我是老黑，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由我来告诉你。欢迎评论区私信轰炸，咱们下期再见。